全球手机弹出游戏充值广告，所有人都以为是骗局，可我却不惜花费100亿，直接买下终极神秘礼包，只因3天后杀碎游戏将降临现实，届时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到游戏中接受考验，而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法，就是在游戏降临前购买新手礼包。前世我因为没钱，并未购买，最后直接惨死在怪物手里，重生归来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逆天改命。此时我正刷着手机等待杀碎游戏的弹窗，突然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，银行卡里直接多出了100亿，随后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二先生你好，我是夏国银行工作人员柳如烟，由于我们操作失误，你的账户多出了不属于你的金额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还请你于今日下午5点前来我行归还。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心中燃起怒火，草率应答后便挂断了电话。上一世我接到电话后便立即想着归还，可刚到银行就被送进警局揍了2天，后来才知道是柳如烟转移资产让我背锅。此时我看着卡里的100亿，有些兴奋，还有3天就要传送了，到时候钱也没什么用，不如直接拿来购买礼包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一个弹窗，真实杀游戏即将开启，请购买新手礼包，为新人生提前充值。我赶紧打开查看礼包内容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超级豪华礼包，直到看到至尊礼包时我惊呆了，竟然包含一把加时的精装武器，简直逆天！拿着这种武器，1级都能斩杀 BOSS， 但高达10亿的天价也注定寻常人无法购买。我往下滑手机，好像还有一个礼包，下方竟然又出现了一个礼包，终极神秘礼包，售价100亿，物品未知。至尊新手礼包都已经这么顶了，这个贵了10倍的终极神秘礼包肯定不会比至尊新手礼包差。我毫不犹豫，直接点击购买。很快，一道神秘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恭喜你成功购买终极神秘礼包，礼包将在进入游戏时准时发放，请注意查收。拿到终极礼包后，我一阵安心，但游戏开放的论坛却炸开了锅。我去，这他妈谁啊？100亿的礼包说买就买，我以为那5个花了10万买礼包的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还有更猛的，那家伙肯定是骗子，游戏的策划，不然哪有傻子花100亿买这么多玩意？反正我报警了，哥们，那100亿必须要回来。看着论坛里骂骂咧咧的人，我并没有提醒他们。这时手机震动，公司朱组长的电话打了进来。经历过一次的我知道，对方打电话过来是要我回去加班的。我冷哼一声，啪的一声将手机砸烂。加班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加班。之所以砸了手机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怕警察找到我位置，因为柳如烟肯定会报警要回这100亿。随后我找了一个不用身份证的旅馆，直接躺下呼呼睡去了。果然，柳如烟打电话过来时，发现我这边早已关机。这小子不会天真的以为能卷钱跑路吧？这100亿其实是某位大佬的，只是来路有些不正，所以他故意找了一个账户当替死鬼。没想到我居然想吞了这笔钱，不过他并不担心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解决太简单了。很快他就拨给了自己的一个走狗，汪大海警官。汪警官，有些事想请你帮个忙。随后柳如烟开始卖惨说明情况。汪大海听完，直接带着人找到我的宿舍，却发现人早已不见踪影。他回来后利用职权查看了我的账户，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100亿，这钱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柳如烟得知消息后也是惊呆了，因为我的账户一直在他的监控中，不可能私自交易，现在钱却不见了，他该怎么办？100亿啊，就是把它卖了也卖不了这么多钱。这时柳如烟的手机响起，看到来电显示是大老板3个字，他顿时浑身一颤。听说你弄丢了我的钱。电话那头冷冷说道。我柳如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一时语塞。电话那头却继续说道，你必须接受惩罚，今晚滨江酒店808号房间，记得穿哨点。柳如烟听完浑身颤抖，差点瘫软在地。汪大海连忙扶住她，感受着柳如烟身体的柔软，一阵心猿意马。如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得走了。柳如烟说完，不敢耽搁，急忙离开。汪大海意犹未尽，看着对方背影皱了皱鼻子，怎么有股大海的味道？此时我还在熟睡中，但各大警局却已经热闹起来，因为他们今天接到了很多报警电话，说被无良游戏骗了钱。可警局连夜调查，却什么都没发现，那些买家的钱就像凭空消失，根本查不到去向，就连游戏制作商那边也查不到。众人都懵逼了，这到底是啥黑科技？诈骗游戏的事很快传播开来，各大媒体纷纷发声，提醒大家警惕诈骗游戏，不要随意充值。此时终极礼包已经卖了数十份，初级礼包也卖出上千份，其余礼包暂时无人购买。即便如此，涉案金额也高达上千万。汪大海找了一晚上，肺都快气炸了。柳如烟也被折腾了一晚，容颜憔悴，而我却美滋滋的睡了一整晚。到了第2天，网络上依然有人不停嘲讽我。我看着这些言论，情绪没有丝毫波动，因为这些人很快就会后悔。这时，突然一道声音在全球所有人的耳中响起：杀游戏开始，全球进行穿越倒计时，10秒。9秒，所有人额头上都亮起大大的问号，我也是一头雾水，居然提前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道光柱射向人间，全球人沐浴在光柱中，纷纷被传送。欢迎来到杀世界，这是一场真实游戏，请努力活下去。新手任务开启，5天内基础战力达到110，天赋珠1颗，仅限前10。任务失败，抹杀。果然和前世一样，只是时间提前了1天。不用想，我便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。数千人被分在一个区域，我所在的区域为2024区，一共2000多人。这2000多人既是合作关系，也是竞争关系。此时聊天频道内众人一阵慌乱，尼玛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都穿越了？末日还是什么杀戮世界？会不会很危险？明，我要找妈妈。这时，一位冷静的青年有了发现，我们真的穿越了，有系统面板，大家快看，
我的基础战力是8点，你们是多少？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纷纷开始查看自己的面板。我也早早打开查看，看到天赋蓝时心头一喜，不错，开局便拥有火系天赋，和前世一样，最初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天赋，而天赋的作用是能增幅战力，火系一重能有1到2成的增幅。现在我的基础战力为10，加上新手长剑，纸面战力达到15，增幅后综合战力可达18。这点战力看似不多，但关键时刻却能扭转战局。整个杀戮世界都是为了提升战力而生，除了升级和装备能提升战力外，淬体、修炼功法、获得血脉等也都能提升战力。只是想要获得这些东西太难了，普通人只有升级和淬体2条路走。很快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：恭喜玩家秦安，你的终极神秘礼包已发放至包裹，是否立即开启？开启。恭喜玩家秦安获得死亡收割技能和满级悟性。这就没了吗？我顿时懵了，100亿终极礼包特么就给了一个技能，我有些不甘心，只能无奈看起了技能介绍：死亡收割，至高级，可无视一切，对死亡目标进行一次收割。无视一切进行收割吗？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。至高级，前世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满级悟性，领悟技能概率大幅度增加，同时功法、血脉等提升概率为100%。卧槽，这个满级悟性不错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再次响起：所有人注意，2024区开始投放。话音刚落，所有人一阵晕头转向，随后场景突变。当我再次睁眼时，已置身于一片森林中，但还没来得及仔细查看周围环境，一道青色身影便出现在眼前，随后怪物信息出现在脑海：疾风狼，普通等级，基础战力14。疾风狼呼啸一声，迅速朝我扑来。我直接开启火系天赋，手中新手长剑立刻绽放火光，一个后仰躲过疾风狼的扑击，一剑划开了他的腹部。恭喜你完成击杀，经验值加10。可惜杀戮游戏中爆率非常低，基本什么都不会爆出来。等等，这种情况应该试试死亡收割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即对死亡的疾风狼使用技能。恭喜你获得金币3，疾风狼血脉碎片加1，请问是否立即融合？卧槽，竟然是血脉之力！前世我即使过了新手期也没获得过血脉，不愧是终极礼包出品，第一次就出血脉。随后我毫不犹豫选择融合，紧接着一股能量融入我的身体。恭喜你融合成功，战力加5，因玩家获得疾风狼血脉，恭喜领悟技能疾风步。我勒个去！竟然这么简单就感悟了技能，这难道就是满级悟性的厉害之处？终极礼包果然牛。随后我将注意力转向技能介绍：疾风步，使用后提升自身速度，若消耗血脉之力，可大幅提高技能效果。就在这时，血腥味引来了3头疾风狼，见3头疾风狼同时扑来，我直接开启疾风步，配合血脉之力，实力顿时大幅提升，几个闪身便将3头疾风狼星杀，但只获得30点经验和一些金币。这爆率也太低了，还好我有死亡收割。走你！恭喜你获得疾风狼血脉加1，金币3。恭喜你获得疾风狼血脉加1，精品狼肉加1。恭喜你获得淬体液加1，金币3。那你精品狼肉是什么东西？很快系统显示出精品狼肉的效果，原来是能恢复体力的好东西。在野外体力相当重要，即便我现在综合战力高达20，若体力不支，也不是那些疾风狼的对手。至于淬体液，虽然不如血脉稀少，但绝对是珍贵物品，不愧是至高技能。这下我真觉得那100亿没有白花，反而赚大发了。我想也没想，直接将2份疾风狼血脉融合。恭喜你融合成功，疾风狼血脉浓度提升至2%，战力加8。血脉浓度越往后提升越艰难，不过有死亡收割技能在手，我一点也不慌。随后我继续使用淬体液，是否消耗1份淬体液和5金币进行淬体？选择是。系统将淬体液化为雨滴模样，透过皮肤进入体内，随后皮肤传来火辣辣的感觉，接着是肌肉、骨骼和内脏。恭喜你淬体成功，战力加5。爽！我忍不住叫出声。前世第一次淬体时肌肉撕裂感记忆犹新，但现在第一次淬体只有酥麻感觉，看来是血脉的缘故。与此同时，和我的简单模式相比，其他人已在聊天频道开始哀嚎。完了完了，我被一只怪物咬了一口，谁来救救我？死定了死定了，根本打不过，怎么办怎么办？有没人来救一救？仅仅2分钟，就有数十人丧命，众人惶恐不安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就在众人丧失信心之时，一个叫许泰的人突然出声鼓励大家：大家别着急，我推测大家可能都位于1级区域，应该相隔不远，大家互相报坐标，距离近的可以相互照应，只要团结起来，那些怪物就是纸老虎。众人一听顿时冷静不少，群里立即通过系统定位起自己的坐标，行动也变得有序起来。见此，我不得不佩服许泰，一番说辞已经让不少人信服他，相信很快这群人就会成为他的小弟，为他鞍前马后，因为前世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很快许泰就会暴露真面目，收割所有人，暂且让你多活几天，因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升级和提升战力。这时前方又出现了动静，我定睛看去，一群红皮猪正朝我方向袭来，竟然是少见的1级大力猪，因为大力猪一般都是2级。我眼睛一亮，经验来了，虽然数量足足有5只，不过我现在的基础战力已经有28点，再配合新手长剑，战力已经超过30，对付1级怪是信手来。很快这群大力猪就被我一一星杀，紧接着便是使用死亡收割，不仅再次获得2份淬体液，
液，还获得了3份大力珠血脉碎片和2块装备强化石。看到这次的收获，我欣喜不已，因为在前世能得到1种血脉的人都已经是人中龙凤，这获得2种血脉那还得了，而且前世也没听过谁融合了2种血脉。不管了，先融合再说。恭喜你融合成功，大力珠血脉浓度提升至2%，战力加12%。我勒个去，这么快就40点战力给我！继续使用淬体，很快2次体结束，我的基础战力直接达到了50点。可惜融合血脉时没能再次感悟技能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嘶吼传来，一只高达2米的红皮猪出现在我眼前，大力猪王。头目等级2级，战力60。卧槽，竟然是2级的头目怪！这种1级的保护区内怎么会出现这种级别的怪物？一般人遇到了肯定会交代在这里，可惜遇到了我，那这猪王就必须得交代在这里。眼见大力猪王怒吼一声，直接朝我冲来，我立马开启疾风步和血脉之力，直接朝一旁瞬移开来。大力猪王躲避不及，重重的撞上了我身后的大树。我直接朝着对方最脆霸的菊花一剑捅去，加上火焰之力在他体内灼烧。大力猪王在挣扎了片刻后，中干倒在了地上。恭喜你击杀2级大力猪王，获得经验加50，金币加20，获得1阶白色装备野猪长剑。恭喜玩家1级经验已满，是否花费10枚金币升级？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了升级。恭喜玩家升至2级，战力加1202。4区公告，恭喜玩家二哥第1个升到2级，额外战力加5202。4区公告，简略地图功能开启。系统突然出现的2则公告，把正在聚集的众人都看细了。随后立马就点燃了聊天区。我去，这就有人2级了吗？尼玛升2级，可是需要100点经验加10枚金币的。哥们现在身上挂了彩，都才10点经验加1枚金币，他是怎么升级的？卧槽，这是真的！大佬，坐标在哪里？我要去投奔他。另一边，我并未理会这些聊天信息，直接对着大力猪王进行了死亡收割。恭喜你获得大力珠血脉碎片，精品加1，强化10加2金币加30。我有些异议，大力珠血脉后面竟然有个精品。我很快就看了系统介绍，原来是血脉浓度达到10%后，必须用精品血脉才行。如此一来，现在就不能浪费了。随后我打开了自己的面板，如今已经大不相同，基础战力直接高达65点。不过我现在已经是2级，击杀1级怪物已经没有经验，这也是杀游戏的残酷之处，逼迫着玩家不停的挑战。不过有了地图，我就可以朝2级区域行动了。但我慢慢穿过树林走了许久，都没有看到其他怪物的影子，可分明已经抵达了2级怪物区域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阵破空的声音响起，一根树枝直接朝我腿部装来，我一剑斩去，枝条瞬间断裂，但紧接着更多的枝条朝我包围而来。我没有拖大，立即开启疾风步，很快就杀到一棵树前。食人树，普通，等级2，战力25。食人树这种怪物，一般的2级玩家绝不是对手。随后我2剑便解决了食人树。恭喜你击杀2级食人树，经验加20，金币加2。不等我休息，又是数十根枝条朝我杀来，我体内血脉之力再次狂涌，直接杀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又有4头食人树死在我眼里，一共获得了100点经验和6枚金币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这怪物虽然实力不强，但却十分难缠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使用死亡收割。恭喜你获得草木精华加金币加5。草木精华是什么？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。我立即看向了介绍，草木精华能快速恢复体力和血脉之力。卧槽，好东西啊！现在我的体力和血脉消耗不小，这草木精华来的正是时候。咕噜2口喝下后，我便感觉到体力和血脉之力都在快速恢复。随后我继续使用死亡收割。恭喜你获得食人树血脉碎片加1，金币加5。竟然是植物类血脉吗？我没有犹豫，直接融合了血脉。恭喜玩家血脉融合成功，战力加10，居然加了10点战力。再看系统介绍，我快然大悟，食人树血脉竟然是普通集中品血脉，比之前的疾风狼和大力猪高出不少，难怪如此难缠。随后剩下的3个食人树也被我一一收割。恭喜你获得淬体液加1，金币加5，获得草木精华加2，金币加5，获得生命药水加1，居然是能恢复伤势的药水。前世生命药水爆率很低，大多数人根本没资格使用。不错不错，这样一来又多了一些保障。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收获后，便立即使用了淬体液，很快一股暖流九满全身，战力再次加5。此时我如果加上野猪长剑，再配合天赋，已经能爆发出超过100的战力。收拾好心情后，我继续小心前进。哼哼，还想骗我？突然我朝前方一剑砍去，目标正是假装成树木的食人树，顺着数过去，整整有8只。反正这群家伙不能动，我可以一只一只的杀过去。仅仅几分钟，只食人树便被我轻松解决。一时间系统消息不断响起，一共获得了生命药水2份，草木精华6份，淬体液1份和金币40枚。先融合血脉。恭喜你融合成功，食人树血脉提升至2%，战力加20爽，基础战力达到100了。就在我大喜的时候，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：恭喜你提升血脉10，领悟技能鞭笞。卧槽，竟然又领悟技能！鞭笞可操控一根最长20米的藤条进行攻击，20米的有效距离很不错。接下来继续淬体吧。消耗1份淬体液后，我再次提升了5点战力，基础战力达到105。整理了收获后，我继续前进，但没走多远，2根像铁鞭一样的东西抽打过来，速度
比刚才的食人树高出不少。食人树头目等级2，战力70，果然又碰到头目了。杀了这头食人树就能升到3级了。我毫不犹豫，直接使出最强力量，对着其就是一通乱砍，1剑、2剑、5次攻击后，头目食人树彻底死去。恭喜你击杀2级食人树头目，经验加50，金币加20，获得藤蔓秩序。恭喜玩家，2级经验已满，是否花费20枚金币升级？终于可以升级了，我立即选择了是。恭喜玩家升至3级，战力加202024区公告。恭喜玩家二哥第1个升至3级，额外战力加10。等级榜开启2024区公告，玩家二哥第1个完成新手任务，奖励天赋珠1颗。连续出现的公告让所有人热烈讨论起来。什么鬼？这就3级了？我尼玛系统奖励都被他拿完了，我们怎么搞？这些都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他竟然完成了新手任务。我算过了，要想基础战力达到110等级，必须得到5级。他是怎么3级就达到的？不用说了，这小子绝壁有挂。我靠，大家快看，等级榜居然还有这么多2级大佬！众人闻言也纷纷查看起来。等级榜上面一共10名玩家，我一个人3级遥遥领先，剩下的也只有7个2级的存在，其余全部停留在1级。看的哥们是热血沸腾啊！这就是青春啊哥！要争榜有什么好争的？排行榜也没什么用，装逼而已。就在众人讨论之际，系统再次传来公告，2024区公告，等级排行前10，玩家可获得专属房屋，排行越靠前住宿越好。此公告一出，聊天区再次炸开。尼玛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大家伙没房子住，晚上怎么办？除了前10，我们要集体睡大街不成？睡大街至少安全，这里可是危险重重，晚上你敢睡？就在众人讨论之际，我这边再次传来系统的声音：恭喜玩家完成隐藏任务，24小时内基础战力达到110，额外奖励天赋觉醒11块。竟然完成了隐藏任务，我也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击了使用。是否消耗天赋觉醒11颗、天赋珠1颗和金币100枚进行天赋觉醒？在选择了事后，我只感觉自己一阵香沉，随后一股玄妙感涌上心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系统声音再次传来：恭喜玩家天赋觉醒，成功获得精细天赋。我心头一喜，哈哈，双系天赋实力就更上一层楼了。就在我美滋滋傻笑的时候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恭喜玩家触发限时任务，任务限时22小时，基础战力达到200，奖励一阶中品功法1本，基础战力达到300，奖励一阶上品功法1本，基础战力达到400，奖励一阶极品功法1本，基础战力达到700，奖励一阶神品功法1本。限时任务神品功法，我直接惊呆了，竟然是神品功法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存在。不过想要获得也是不简单，居然要22小时内达到700基础战力。但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得到，赶紧继续死亡收割走你！恭喜你获得食人树血脉碎片，精品加1，生命药水加金币加10。又是一份精品血脉碎片，不过现在冲击700战力，若是最后不够，就只能先将其使用。我这般想着继续朝前走去，但走了10多分钟后，却连一丝怪物的气息都没有发现。就在这时，100米开外出现一棵巨大的古树，古树看见我立即抖动树根，藤条朝我飞来。荆棘树妖，精英，等级5，战力1200，居然是战力高达1200的精英怪，我根本不是对手啊！虽然心里想着，但我脚下却是一点也不慢，直接疾风不开溜。当务之急还是先将基础战力提升至700，获得神品功法后，或许能和他拼一拼。随后我便避开荆棘树妖，朝着最近的3级区域而去，但很快又遇到2条毒蛇怪物，我只是随便挥了2剑便将其解决。紧接着便是3王收割，恭喜你获得碧青蛇血脉碎片加2，精品蛇肉加1。虽然低级的怪物收获少了些许，但2份血脉碎片倒也不错，立即融合吧。很遗憾，融合失败。什么？失败了？紧接着系统声音再次传来，系统提示：血脉数量极限为9，目前玩家血脉数量过多且过干斑驳，容易引发变异，建议基础战力达到200后再进行融合。原来如此，看着系统提示我松了口气，200的基础战力倒也不算高。随后我花了2个多小时才来到3级区域，小心行走了半个小时后，一张倾盆大口突然朝我杀来，腐木鳄。普通，等级3，战力50。虽然这怪物有些难缠，但最后还是成为了我的经验。3王收割，恭喜你获得腐木鳄血脉碎片加1，金币加5，又获得了血脉碎片。可惜现在不能融合，就暂且留着吧。系统提示：背包空间已满，拾取血脉碎片失败，是否立即升级？我去，10个格子居然这公快就占完了。系统增加格子需要多少金币？增加1个格子需要10枚金币，第2个则需要20枚金币，依次增加。特喵的，这也太贵了。目前只剩下18枚金币，暂时先开启1个格子吧。一路行去，又有9只腐木鳄被我星杀，几次淬体后，基础战力达到了145。再次过了10多分钟后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因为前方出现了3只稍大一些的腐木鳄。腐木鳄头目，等级3，战力160。除了3只头目以外，周围还有4只小腐木鳄，这怕是掉进鳄鱼窝了吧？我也不敢拖大，立即火力全开。不一会儿，几只怪物便在我手下团聚，不仅爆了1颗淬体丸，还爆了2件装备，1阶白装鳄鱼皮甲和1阶白装鳄鱼长裤。我去，好东西啊！2件一起使用，还有伪装效果。3王收割后，一共获得了1份普通血脉碎片，2份精品血脉碎片，强化14颗。
精品鳄鱼肉5份和金币130枚，这样金币总共就已经有260了。看来击杀头目怪才能发家致富。此刻我财大气粗，立即将背包空间提升至15格，金币也迅速缩水至120。恭喜玩家3级经验已满，是否花费30枚金币升级？我没有多想，直接选择是。恭喜玩家升至4级，战力加30，2024区公告。恭喜玩家秦安第1个升至4级，爽！基础战力已经190，还有1颗体丸可以服用，但要入腹后体内又传来酥麻质感。恭喜玩家淬体成功，战力加10 ，nice！ 基础战力达到2007，这样至少也能获得中品功法。此时进人游戏已经10多个小时，绝大多数人已经组成了自己的团队，其中许泰的队伍最为庞大，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想要加入他的团队。这时一道系统声音再次响起2024区公告，恭喜玩家秦安第1个升至5级，额外战力加20。2024区交易频道开启。不久前我靠着斩杀雾妖成功晋升到5级，此时基础战力已经来到了260。交易频道开启后，我便上架了一部分精品肉类，然后准备先买一些疾风狼。3体事宜是我的3王收割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即发布了一条消息：收购疾风狼3体，2金1只。竟然收疾风狼的3体，赶紧卖了！一位玩家看到消息后，立即点击了交易，而在我面前也浮现出一头疾风狼的3体，不知道是否可行。3王收割，一走你1。恭喜你获得疾风狼血脉碎片+1。哈哈，果然可以！有了交易系统，我提升血脉的速度必然更快。不一会儿，我便收到10头疾风狼3体。1分钟过去，10头3体全部收割完，一共获得疾风狼血脉碎片4份、精品狼肉1份和金币3枚，但其中却有2次收割失败。或许是因为这些疾风狼和我的战力差距太大7吧。我没有多想，立即融合血脉，顿时一股力量涌入体内。恭喜你，疾风狼血脉提升至3%，战力加15。还有2份血脉碎片，继续收购。收购大力猪3体，2金1只。收购食人树3体，5金1只。我加大了自己的需求。这时许泰却发来消息，邀请我加入他们团队，并且把位置发了过来。很好，这个许泰老奸巨猾，而且手里这么多韭菜，金币定然不少，趁早处理也不错。先是我便立即出发，但刚走没多远，便听到几声沉闷的咆哮。远远望去，2头巨熊正在互相嬉闹。狂暴巨熊头目，等级5，战力400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走人。今天心情好，暂且先放过这2畜生，下次再来斩杀。绕开2头狂暴巨熊后，接下来的路程安全了不少。此时收到的疾风狼3体已经有20头。先是我暂停脚步，再次进行收割，不仅获得7份疾风狼血脉碎片，还有2份精品狼肉和一些金币。融合后，基础战力直接达到了320。快了，快了！剩余的任务时间，基础战力上400那是绰绰有余，也就是说至少都能获得极品功法。2个小时后，我再次收了50头疾风狼3体，收割后共收获血脉碎片15份。融合后，基础战力升至385，但按照这个速度，9个小时内要达到700战力，还是有些困难，得给他们加些动力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直接在聊天区来了一波涨价。此后我通过交易又获得不少疾风狼血脉和大力猪血脉，立即融合后，基础战9直接来到了485，这也太快了，可惜金币彻底没了，是时候再添一把火了。先是我立即上架了一份生命药水，售价100金，可生命药水虽好，但却太贵了，根本没人买得起。这时一道私信传来，有人想用手里的30头疾风狼3体交换，我没有犹豫，立即同意。但还没来得及查看，又一道私信传了过来，大佬还有生命药水吗？小弟愿奉上5具食人树3体，祈求大佬重轮。终于有食人树3体了，是我赶紧回复，我可以提前给你1份生命药水，不过你之后还得再给我10具食人树的3体。对方也是没有犹豫，像立即答应下来。很快30份疾风狼3体和5份食人树3体全部收割完毕，融合。恭喜你，疾风狼血脉提升至10%，战力加50，优秀。基础战力535了，可惜血脉浓度到710%，继续提升必须得精品级的血脉碎片才行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即停止了疾风狼3体的交易。就这样又过了1个小时，我又获得了10买大力猪。收割后，我再次获得4份大力猪血脉碎片，融合后我的基础战力此时已经来到了555。是时候上门期。许泰柳如烟汪大海，我来了。另一边冤大头许泰收到我的消息后，平静的心也躁动起来。他来了，准备好。不一会儿，我便来到目的地。许董，久仰大名，果然是青年才俊，排行榜第1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时柳如烟扭着腰肢走了过来，但半路突然狡猾，直接朝我扑来。与此同时，旁边的草丛中突然杀出一人，我一剑拔出，快若闪电，随后人手分离。假装摔倒的柳如烟露出惊恐的目光，但很快一股疼痛从胸口传来，他不可置信地低头望去，一把利剑早已刺入他的胸膛。不远处的汪大海也反应过来，立马张牙舞爪地朝我杀来。可惜我一个鞭打直接将汪大海洞穿，电光火石间，许泰这边3人瞬间毙命。不可能！许泰瞪大眼睛，连连后退，可很快便被我追上一剑星杀。许泰聚集的那些人看到地上的4具护体后，吓得色情发抖，根本不敢上前。我见此也懒得理会，不知道对人能不能使用死亡收割。走你！恭喜你获得金币2200，居然成功了！这家伙真有钱，接下来根本不需要为金币发愁了。现在手里还有碧青蛇血脉和腐木鳄血脉，但都是普通下品。趁着这个机会将那2头狂暴巨熊杀了，兴许我的第4条血脉就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原路返回，然后花费了4个小时才抵达了接近狂暴巨熊的位置。这段时间我收到大力猪的数量来到了120具，另外食人树也有4具。大佬，信不惜命，10具食人树护体
奉上。之前那人也发来消息，主动将10人树护体交易给我，一通收割后收获巨大，战力也是中干破了700。恭喜你，基础战力达到700，完成最高难度的现实任务，奖励神品功法极道天眼诀。哈哈哈，神品功法中干到手了。是否花费100金币修行极道天眼诀第1重？选择事后，我很快陷入一种玄妙的感觉，在满级悟性的加持下，成功领悟了极道天眼诀的第1重。恭喜你，极道天眼快达到第1重，战力加200。什么？这也太猛了！第1重就提升了200战力。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极道天眼诀的法门，里面自带9道剑士，分别是极光3式、破道3式和天眼3式。总体来说就是多出了3个强力技能。若是其他玩家，这些技能还得领悟摸索熟悉，但我却不需要，满级悟性立刻就领悟了其中精髓，只需要实战中发挥出来即可。此时我915的基础战力，加上装备以及技能，完全有资格与一般的同级精英 BOSS 一战。不过不急，先解决狂暴巨熊。很快在我的战力碾压下，2头狂暴巨熊直接被我轻松杀。没想到直接爆出7件装备，可惜是件蓝装，以我现在的战力，至少要配紫装牧师。不过4瓶有些太贪心了，现在绝大部分玩家可是连白装都没有。继续死亡收割，恭喜你获得狂暴巨熊血脉碎片精品+1，获得强化石+3经文石+1，居然是经文石，这可是升级精细天赋的重要材料之一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提示背包空间不足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提升至20个，然后又仅一眼自己的信息，加上2项天赋，我的综合战力还能提升4层左右，而实际战力只会更强。这时距离穿越已经快1整天，我立即将专属房屋从系统空间取出，准备休息。顿时一个占地200平的别墅出现在眼前，我个去，排名第1的房屋就是不一样，这也太大了。踏入其中后，便有一股力量不断滋养我的身体，体力元气恢复速度直接提升了2倍。睡了4个小时后，我精神饱满，自动醒来。此时交易空间收到的大力珠已经达到了150具，10人数也有20具。收割后，我的大力珠血脉提升至10%，10人数血脉也提升至5%，基础战直接来到了1130。是时候与荆棘树妖一战了。再次回来，荆棘树妖的战力居然增长到了1300，对方显然也察觉到了我的实力，直接就是无数藤蔓激射而来。我厉喝一声，使用极光闪化为一道幻影，朝着荆棘树妖的本体袭杀而去，然后是百星落、破空斩，但荆棘树妖藤蔓却能迅速恢复。就这样耗费了2个小时，我才将荆棘树妖磨死。恭喜你击杀5级荆棘树妖精英级，获得荆棘套装1套，自选副本世界+1，荆棘树妖血脉碎片+5，奖励居然这么丰富。还没等我查看，又一道系统声音响起 ：OT， 检测到玩家独自新杀精英级怪物，奖励专属辅助精灵，是否立即激活？专属辅助精灵，我脑门上满是疑惑，但还是选择了激活。请给专属辅助精灵命名，就叫小 T 吧。随后一只人形精灵落在我肩头。主人你好，就叫小 T 吧，为您服务。搞错了再来。主人你好，小 T 为您服务。你的作用是啥？辅助主人提升战力，仅如全人的大力珠，血脉提升至10%。除了需要精品血脉碎片，还需要融血丹进行破除。血脉限制才能继续提升。卧槽，这些东西前世都无从知晓，没想到能从小 T 这里轻易知道。那极道天眼诀如何提升至第2层？20颗原石，1份紫阳花，1份寒霜草。原石可杀怪物获取，紫阳花和寒霜草需要前往任务世界获取。自选副本世界可开启任务世界大门。居然是这样，小 T 果然厉害。不过先看看我的新装备。我勒个去，竟然是全套紫装，而且战力直接能增加460，随便一个人穿上这身装备，那都是无敌呀！还有5份荆棘树妖的血脉碎片上品，给我融合吧。检测到10人数血脉与荆棘树妖血脉相近，是否进行吞噬？小 T， 吞噬后会如何？吞噬后，更强的荆棘树妖血脉会替代10人数血脉。这么说，我那些10人数血脉岂不是没用了吗？主人，我可以将一些相近的血脉互相转化，只需要一些金币或者血脉碎片作为能量消耗就行。小策你太有用了，直接吞噬吧。恭喜你10人数血脉转化为荆棘树妖血脉，战力正100。恭喜你血脉变化过程中产生了感悟，技能鞭打升级为荆棘操控。卧槽，这也太牛了！主人，你太牛了，才5级就快达到精英挑战的资格了。哈哈哈，也就一般般了。这个世界10级后想要升11级，必须进行破阶任务挑战。根据小 T 介绍，除了普通级和精英级，后面甚至还有地狱级跟梦梦级。完成各级别的破阶任务奖励差异也是巨大。目前来说，只有通过神品功法提升的战力才是最多的。小 T 自选副本世界中，能让我极道天眼诀快速提升吗？可以的，主人。迦兰世界可让主人将功法提升至第3重，魔光世界可将功法提升至第6重，不过需要支付1000金币的开启费用。最符合要求的天元副本世界，至少要支付3000金币，而且有时间限制。蓝千金币吗？好像还差点。
得卖点东西。随后我将背包的东西整理了一下，将一些暂时不需要的直接上架卖出。期间还交换到了一瓶溶血药剂，直接解除了大力猪血脉的限制，将浓度提升到了11%。随着再一次的收割和小丁的血脉碎片转换，荆棘树妖血脉也来到了6%，加上服用一些体丸，基础战力直接达到了1550。这时3000金币已经齐，是时候出发了。小 T 开启副本天元世界，在小 T 的操控下，一道空间之门在身边开启。主人，我要提醒你，开启副本世界后，交易频道和聊天频道会暂时关闭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后没有犹豫，一步踏入，顿时空间旋转，然后周围景色突变。没等查看四周，突然一声咆哮传来，随后便看到一只老虎张牙舞爪冲来。斑斓虎。普通等级10，战力550。虽然是10级怪物，但战力也就是我的1/3左右。我没有废话，一剑就将斑斓虎砍倒，然后不出意外的升到+6级。小 T， 刚才系统提示这怪物相当前5品武者。天元世界莫非有自己独特的划流分？是的，天元世界分为学徒武者、宗师以及最强的圣域。100战力以下为学徒，超过100为武者，超过1000则是宗师。圣域强者的战力超过10000。这么说来，我的实力算是宗师。说说紫阳花和寒霜草的获取方法。获取方法自由，可采摘，也可击杀怪物获取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暴喝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坤蛋，这是我的寒霜草。寒霜草，这不巧了吗？先是我二话不说，开启疾风步就朝着声音来源跑去。原来是其他学院的人正在抢夺长风学院的东西。这时几人的信息立刻浮现出来，对方见我出现，而且不是4大学院的人，直接就想将我除掉。只见一道道剑光闪过，随后几人就已经倒下。不错，这么快就得到了寒霜草，这3000金币花得值。谢谢大哥帮我们夺回寒霜草。谢谢你，我百是长风学院弟子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这是我的寒霜草。我紧了一眼，3人冷漠说道：“什么？你竟然和玄武学院这几个畜生一样？”几人说完，顿时冲了过来，不过却被我瞬间击杀。随后一番收割下来，居然获得735颗原石。哈哈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小子那嗓子吼得好，少你一个火化。随后在寻找紫阳花下落的路上，我就下了一些流云学院的弟子。蓝石克，莫非你是我们学院的核心弟子？流云学院以剑法出名，一位师妹看到我剑法出神，自然而然就将我当成了流云学院的弟子。我点了点头，准备利用这伪装的身份问一些东西。对了，师兄，这是我刚找到的宝物，应该值不少积分，要不交给你保管吧，不然我怕被其他人抢走。师妹说着拿出一物，紫阳花。我惊道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。我接过后，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：是否消费20颗原石、1株紫阳花和1株寒霜草，突破极道天眼诀第2重。我根本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是。随后种种感悟涌入脑海。恭喜你极道天眼诀成功，突破至第2重，战力正500。我去，这满级悟性也太牛了！正常人的功法突破可是会失败的，而我因为有满级悟性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担忧。小 T 突破第3重需要什么宝物？原石50颗，火焰果1份和月华露1份。就在这时，我杀掉那些人的导师追了上来。忠肝被我找到了，原来是你个小畜生！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施展极光闪，对方顿时倒在血泊中。死亡收割，恭喜你获得原石200颗，月华露1份。我眼睛一亮，功法第3重的宝物这么快就来了吗？原来是个快递员。为了弥补我的过错，免费帮你火化吧。二师兄，流云学院众人纷纷上前来，一脸欢快地叫着二师兄。见这些人如此热情，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却没有忘了正事。实不相，我功法到了瓶颈，需要一件火焰果突破，不知道大家可有线索？二师兄，我们找到过火焰果，可是却被紫雪学院的那些人抢走了。紫雪学院好大的胆子，必须抢回来带路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线索了。极道天眼诀第3重不知道能增加多少战力。不一会儿，紫雪学院的人全部阵亡，而我也如愿获得了火焰果。恭喜你极道天眼诀成功，突破至第3重，战力正800。太恐怖了！基础战力竟然达到2900，不愧是神品功法，提升太大了。突破第3重后，小 T 也告诉了我突破第4重需要的宝物。可惜流云学院的人得知我所要的东西后，都纷纷摇头，看来只能是富贵险中求，接触他们更高级的学员才能知晓了。行人在落日山脉中穿梭一会儿后，顿时发现不远处的前方发出一阵火光。糟糕，袁师兄他们怕是遭到危险了。众人朝着火光冲过去，不一会儿便看到一只火红大鸟，火云雀头目，等级7，战力750，居然是只头目。但我只是一跃而起，一剑挥出，火云雀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，便已经一命呜呼。收割后，我又获得了3份火云雀血脉碎片，这火云雀血脉居然是上品血脉，不用想直接融合。恭喜你！提升血脉时，感悟技能火墙。多谢二师兄救命之恩。袁聪等人齐齐行礼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不在意的摆了摆手，一旁的弟子却说道：二师兄需要龙鳞叶和凤羽枝2种宝物，不知道你们可知晓？实不相恼，我们之所以惹上这头火云雀，就是因为这凤羽枝。袁聪说着就将一根酷似羽毛的火红树枝递给了我。若不是二师兄，
我们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此风雨之就交给二师兄吧。炙干龙鳞叶，明湖那条水蟒周围应该就有。不一会儿，随着一只必经水头目被我星杀，龙鳞叶也成功到手。极道天眼诀成功突破第4重，战力增加1500的同时，9道剑士的第2式技能我也能学了。这时，一位导师突然出现。小子，你不是我流云学院的人吧？你刚才的剑法确实与极光剑法类似，但明显更胜一筹。我们学院绝对没有你这样的学员。实不相瞒，我这剑法源自一位老者。我很快编造出一个谎言，导师心中震惊。莫非是院长亲传？小兄弟，不如你随我面见长老如何？我点了点头。极道天眼诀明显和流云学院有些渊源，而且后续需要的升级材料越来越珍贵，我必须依靠这些天元人才行。落日山脉内一处溶洞中，我面前正站着一尊白发长老，苗青红，等级9品宗师。小贴士：流云学院天长老，实力强劲。看到信息我顿时一惊，竟然是9品宗师，战力破9000的存在。此时我内心慌得一匹，生怕面前的老头动手嘎掉我。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。你的事我已经有所了解，没想到老院长进了落日山脉，还收了一位弟子。老院长，我微微一愣，没想到这位大长老这么快就给我找好说辞了，但怎么觉得有些怪怪的？这是核心弟子令牌，你且拿着。我没有客气接过令牌。实不相，老师的事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此次我确实有事相求。我知道你想要一些灵宝修炼功法，不过这些宝物我们只会奖励给一些有功劳的学员。这样吧，若是这次进行的学院大比，你能帮流云学院拿下第1，那学院宝库的宝物就让你任意挑选3样。就在我准备答应的时候，系统的声音却在这时响起。系统公告：2024区10086，区996区9527区开启积分赛，限时1天。积分赛规则：击杀怪物获得积分，积分第1的区全员战力加30。其余3个区全员战力减10，胜者区前10有额外奖励。骤然收到系统消息，我心头一惊。前世的2024区因为有许泰吸血全区疯狂内斗，所以整体实力偏低，并没有资格参与竞赛。看来这一次我战力的飞快上涨，无意间也让2024区获得了资格。前世据说有位大佬靠着积分竞赛获得了红色武器，更是靠着红色武器直接完成了精英级破阶任务2飞冲天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现我的诚意，这份3色莲算是我的额外赠品。见我还在犹豫，苗青红再次抛出诱惑。回过神来的我当即同意，获得3色莲，距离突破神品功法第5重就只需一份天云草了。随后我没有耽搁，立即便出发猎杀凶手。大长老，这个三哥真是老院长的弟子吗？院长怎么可能教得出这样的弟子？我有些怀疑，他是典籍中记载的天外之人。传闻血月殿正是天外之人创立，当初对方也是凭空出世，四处搜刮宝物。这秦安和记载中的那人有些相像。旅人的对话我并不知晓，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怪物击杀。没过多久，我便已经获得400积分。400积分，怎么也该排第1了吧？奇怪了，2024区竟然只有100积分，而且排行榜上也没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不参与此次积分赛吗？主人，是因为天元世界距离蓝星世界较远，才会出现数据延迟现象。在积分竞赛结束前，烛火的积分肯定会加上去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继续杀怪。不一会儿，我便升到7级，我的积分也来到了1800。此时996欧第一，10086和9527区并列第6 ，2024区则稍微落后排第4。要是加上我的1800，那必定是稳稳的第1。就在我转身准备进行3王收割时，一阵郁郁声传来，只见一群拳头大小的火红毒蜂正朝着这边急速飞来。赤火毒蜂，等级10，战力500，我见明显跑不过，顿时气势暴涨。随后数十道剑气向那些毒蜂，但毒蜂群却联合起来，同时发出音波，直接将剑气全部化解。里面肯定有一只蜂后 ，M 小 T 替我找出蜂后的位置。好的，主人。小丁瞬间开启扫描功能，只花了几秒钟便找到了蜂后。主人，我找到了，这只就是伪装成普通毒蜂的蜂后，它只是发动了指令，并没有动手。赤火蜂后，头目，等级10，战力700。就算找到了，正面攻击肯定会被蜂群轻易化解。必须出其不意，击必杀。就在毒蜂发出攻击短暂停顿的时候，蜂后也暂时停止发出指令。我直接一个冲刺一跃而起，然后一道道剑气挥去，再秒了几只挡路的毒蜂后，至终将蜂后击杀。但不等我高兴，大量的毒蜂已经将我包围。不过没有了蜂后指挥，这些毒蜂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直接就成了经验宝宝任我宰割。也不知道杀了多少毒蜂，我只是接连听见系统的升级提示。恭喜你，等级达到10级，可开启破阶任务。这也太快了。升到10级，一共也就花了几个小时而包。检测到你的基础战力高达4830上，可参与主者级破阶挑战，
是否立即开启？我的自标是莫梦级挑战，所以没有犹豫，直接拒绝。先收割一波再说。不一会儿，我通过小弓的血脉转化，直接将火云雀血脉升至5%，基础战力也来到了5060，但我却没有停止猎杀的脚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急速而来，目标正是我的方向。罗天涯，等级血品脉师。小兄弟你好呀，我看你我有缘，此宝就赠予你。对方说着将一株天云草丢了过来，我目光一凝，很快接下，但下一刻我就察觉到自己上当了，居然是假的天云草。此时对方身影逐渐消失，但一声夹杂着无尽愤怒的嘶吼却立即传来，紧接着一只庞然大物映人眼帘，嗜血战熊，精英，等级10，战力6000。我去，竟然是6000战力的精英怪，这和普通怪的6000战力可不是一个档次，只能暂时先躲开。这个罗天涯手上肯定有天云草，先把天云草弄到手再说。随后我以极快的速度追了上去，不一会儿罗天涯就被火力全开的我星杀。3王收割后直接获得1000颗原石和1株天云草。可就在我们互相牵制的片刻，嗜血战熊已经杀至身前，我立即消耗宝物将功法突破到第5重。我去，第5重居然加了3000战力，现在基础战力8060，若是突破到第6重，我的战力必定能过万。此时嗜血战熊已经一拳挥来，我不闪不避，一剑星出，刚提升战力的我直接占领上风。随后我火力全开，加上天赋增幅，实际战力直接破万。随着数十个回合的激战，嗜血战熊中弹倒地，收割后获得的东西十分丰厚，一番吞噬融合下来，上品血脉嗜血战熊的浓度提升至5%，基础战力也达到8670。现在的我要是火力全开，就算是这个世界的圣阶强者，我也能与其一战。之后看了看嗜血战衣的介绍，好东西啊，这一件战衣就相当签3件装备了，而且还有特殊效果。就在我暗自高兴时，一道玩味的声音突然传来：喷，你倒是让我们一通好找啊！开回的正是一男一女。月狐，等级9品脉师，血月殿4大护法之一，擅长御虫。金痕，等级9品宗师，血月殿4大护法之一，炼体了得。竟然是血月殿，在天元世界副本里和4大学院数签敌对状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。两位何意？自然是杀你！说完，金痕骤然出手，但却被我一剑逼退。虽然对方9品宗师相当1900战力，但我结合各种手段，实际战力早已破防。金痕吃了个小号，直接把两人都惊住了。但回过神来便一起出手，可只是一个照面，两人便落入了下风。接着便是单方面碾压，不一会儿两人便倒地不起。哈哈，爽！不知道两个宗师有没有好东西？收割，走你！恭喜你获得原石7000颗，血灵芝1株。不错不错，竟然获得了升级神品功法6重的材料。这下离基础战力破万不远了。就在我恢复体力的时候，隐约间传来一些声音。大长老，他应该就在前面。很快，两道身影入我的视线中。两人看到地上的三体后吃惊不？这不是血月殿的月狐和金痕2大护法吗？是谁杀了他们？大长老和孟导师怎会来此？我礼貌地说道。你斩杀5品宗师的事情已经传开。另外，我们察觉到有血月殿护法级人物问入。大长老担心你的安危，因此循着你的踪迹便找了过来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多谢大长老计。正如你看到的这般，这两人包被我心杀。门两人闻言倒吸一口冷气，心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这两人应该价值不少积分吧？这是自然，杀一尊护法级9物，估计就超越所有学员积分了。孟冲看着我像是看怪物一般。如此说来，我对大长老的承诺算是提前完成了。说着，我把有留影功能的身份令牌递了过去。看着我斩杀血月殿护法的画面，两人当场愣住了。苗青红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好。宝库我就不去了，长老只需给我紫晶玉髓、月光石和玉龙晶这3件宝物即可。紫晶玉髓纲目获得了1份，你拿去吧。但月光石和玉龙晶都是极为珍贵的宝物，或许只有落日山脉至深处那头圣阶魔物身边有。我心头一动，圣阶魔物莫非就是领主级 BOSS？ 不过若是真的，那战力估计能达到3万。随后我没有犹豫，直接突破。恭喜你击到天眼绝成功，突破至第6重，战力加5000。中干突破了，基础战力达到13970。你突破了！感受到我突破的能量波动，三人直接吸了。怎么会有人突破境界如吃饭喝水一般？没错，我得先行一步了。说完我便告别离去，因为这个副本世界有时间限制，必须尽可能的提升功法，一路急行杀怪，血脉继续得到提升。这时我的基础战力已经来到了14350，如果火力全开，至少能与战力2、3万的人对阵。此时周围的怪物越来越少，看来应该已经接近那只魔物了。随后我超过4大学院的人，偷偷摸进了落日山脉的至深处。此时里面战斗的声音已经不断传来。再次走了一段路后，我中干事看清了怪物的全貌。三尾冰晶图领主，等级10，战力3万。小贴士突破失败后处于虚弱期，擅长冰系攻击。我勒个去，虚弱期都有3万，那全盛时期还得了啊！此时4大学院院长正与其站在一起，但4人都受了不小的伤，看来我必须出手了，不然他们死了，我一人也难以应付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冲出去与三尾冰晶湖正面对上。几位院长，你们赶紧恢复，我先顶着。4大院长惊悚不已，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年轻的圣阶？莫非是哪个驻颜有术的老怪？
怪。四人心中虽然困惑，但却连忙抓紧时间疗伤。三尾冰晶狐和我过了时，几招后见奈何不了我，便立即开启大招袭来。四大院长见状齐齐停止疗伤，连忙前来相助。不一会儿，三尾冰晶狐便落入下风。就在他想逃跑时，四大院长对视一眼，纷纷出手。顿时一个巨大的网罩从天空落下，三尾冰晶狐立即被牢牢控制。随后在我们5人的围攻下，三尾冰晶狐的气息中干缓缓减弱。此时离积分竞赛结束仅剩2分钟。2024区的聊天区满是叹息之声，因为努力奋斗了一天获得751300积分，但却依旧排在第4。老子不甘心啊！大家都拼了命，凭什么要输？大家都尽力了，特别是朱杰大佬，一人就有2000多积分，放你哪里都尽力了。人那个吕哥明明在排行榜第1挂着，积分却一直是0，但凡他拿个2000多分，我们都有机会啊！而此刻996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狂欢。4国1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大和民族。然而公告一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系统公告：996区在积分赛中总积分53651，排名第2，属赣战败区，全体成员战力减10。怎么可能？之后我们的积分明明是至高啊！你们看积分是夏国2024区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积分怎么能突然变成1953000？作弊！夏国人作弊！我不服！小吴国人齐齐惊呼无法接受。不仅是他们，就连2024区的众人也感觉自己活在梦中。什么？我们竟然赢了？积分1953000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眼睛花了吗？为什么突然多了14万积分？难道是我们被系统偏爱了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光芒九向2024区的所有人，随后被照射到的人直接增加了30战力，所有人都是喜出望外，可唯有一人心态炸裂。可恶！我明明排名第10，凭什么没有奖励？这位第10无力地嘶吼着。而另一边，在天元世界副本中，我也是刚刚击杀了领主级怪物三尾冰晶狐，系统的声音也是及时响起。恭喜你击杀10级3尾冰晶狐领主，获得2000丁金币、8000积分、天渊火晶金正1、3尾冰晶狐血脉晶石正1、强化石正20、淬体丹正20。好家伙，这给的也太多了，而且还爆出了金色物品。随后我立即看起了介绍：天渊火晶，制作精品装备的材料。主人，你运气太好了，没想到领主 BOSS 也能爆出金色材料。材料而已，又不是金色装备，根本不算什么吧？主人，你有所不知，金色装备无法直接爆出，只能自己收集材料制作。这么困难吗？那不是只要花钱购买新手礼包就有金色装备了？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怎么可能？新手礼包的装备无法进阶，无法强化，所以随着等级提升，作用会越来越小。而自己制作的金装能不断成长，能进阶、强化、附魔等，这将是陪伴主人征战一生的存在。原来如此，我这才然大悟。不管是初级新手礼包还是至尊新手礼包，都逃不脱新手铝字。东西虽好，但顶多就是前期强一些而已。而我的终极神秘礼包，却直接将我的成长速度提升了 N 个档次。我估摸着现在，即便真有人拿着金色武器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小 T 制作金色武器都需要些什么材料？东西不同，需要的材料自然也不同。不过一阶金装一般只需要图纸、气身和淬火材料，天渊火晶便是一种淬火材料。3样东西吗？我的心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。天渊火晶已经是如此难得了，其他2样岂不是猴年马月才能得到？这时我这边系统公告声音也是响起，我顿时察觉到自己增加了30点战力。虽然聊胜干无，但第1的奖励还是值得一看的。根据积分，你获得以下奖励：金币10万、元火珠+1、天赋珠+2、天赋觉醒10+2、斩道灭灵剑图纸金+1、0道灭灵剑图纸，又一件金色物品。太好了，主人，现在只差之后一件，便可以打造自己的精品装备。呵呵，运气不错，还给了2颗天赋珠和天赋觉醒石，这样我就可以觉醒出第3项天赋了。第一次觉醒时只消耗了100金币，天赋珠和天赋觉醒石也只用了1颗，但现在是第屡次觉醒，同样的物品需要2颗才行。是否消耗金币200枚？天赋珠2颗，天赋觉醒石2颗进行天赋觉醒。我没有犹豫，立即做出了选择。随后我便进入一种玄妙之境。很快，系统的声音传来：恭喜你成功觉醒风系天赋。这就是满级悟性的好处，不然一次次的觉醒失败，能让人郁闷到吐血。可惜天赋珠有些少。不然金系天赋和火系天赋也能提升至屡重。还有一份血脉晶石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3尾冰晶狐血脉晶石，0级中品血脉，能直接提升血脉浓度至10%。什么鬼？竟然还有这等好东西！我立刻选择了使用。恭喜你，3尾冰晶狐血脉浓度提升至10%，战力加11000。我个去，战力竟然加这么多！不愧是0级中品血脉，比普通血脉高出太多了。恭喜你，融合血脉时感悟技能寒冰护盾，居然再次获得技能，而且还是防御技能，往后的安全系数直线升高啊！现在基础战力已经达到25380，只要将神品功法提升到7重，基础战力肯定能破3万，那时就能直接达到挑战梦级破解任务的条件。看着地上3尾冰晶狐3体，我默默地进行了收割。恭喜你获得10000金币，冰破寒晶+1，涅槃冰珠+1。可惜了，没能收割到血脉晶石。主人，这2样宝物也不差。冰破寒晶是不少神品功法需要的宝物，而且还能提升水系天赋，而涅槃冰珠更是保命物品。我知道了，
是我太过贪心了。小友听到声音，我回过神来，只见4位院长都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困惑。我没有解释什么，而是笑着说道：“几位院长安好。此次多亏了小友相助，不然我等都得命运干此。”几位不必言谢，我其实也有事要请求几位相助。小友只管说，我们若能做到，自然是不遗余力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直说了。我需要这些宝物。我直接开口讨要剩下4重功法所需的宝物。4人闻言直接目瞪口呆。这月光石和玉龙晶，我在3尾冰晶湖窝点倒是看到过，只是这后续宝物，我紫学院库存也只有1份幽罗花，我院也只有1份天麻根。我院库内4瓶有1份碧海珠，小友我流云学院有1份剑心草，乃是感悟剑道的绝佳宝物。至于3叶剑草和噬心莲太过罕见，并无库存。幽罗花和碧海珠是突破重需要的宝物，而天麻根和剑心草是功法9重需要的宝物。3叶剑草和噬心莲可突破功法10重，至为珍贵，连4大学院都没有。但我并不失望，毕竟能将功法突破到9重也是十分难得了。诸位院长若愿意将所说的宝物相赠，此地的所有宝物我只取月光石和玉龙晶。如此甚好。很快我便在3尾冰晶湖的藏宝的找到了月光石和玉龙晶，不一会儿我便成功突破。恭喜你，极道天眼诀突破至第7重，战力加8000。第7重战力就加了这么多，那后面3重只会更多。现在我的基础战力达到33380，已经符合了虚梦级挑战的要求。此时4位院长看向我，心惊不已，因为刚才他们察觉到了我突破的波动。东西取得差不多后，我们便准备走出洞穴。但此时一道声音传来：“感谢诸位替血某取宝。”只见一尊血色身影荡在路口，其身后还有2尊圣阶强者。血月等级圣阶蓝众，当代血月殿殿主，实力超群。月煞等级圣童，等级圣阶2重。血月殿副殿主月妹等级圣斗圣，等级圣阶2重。血脉殿副殿主，你们血月殿竟然倾巢释出！呵呵呵，你们的行动我们早已知晓，这不专程等你们大幅消耗后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动手，别给这几个老家伙喘息的机会。我见状直接上前一步。几位院长好生休息，接下来交给我便是。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？月煞闻言一掌劈来，然而我只是一道剑光便轻易破除。这时一声厉喝传来，数朵黑色火焰从天而降，我心中预警，急忙躲开。小友小心，这是血月殿至宝黑焰宝珠，此子不可小量。血月凝重地说道：“这个年纪的人怎会如此强大？莫非是秘典中的？无论他是谁，都得死！助我！”血月说着吞噬数颗血魔丹，顿时黑焰宝珠发出漫天血光，我也不敢拖大，瞬间开启所有加成，直接化为一道道幻影杀向3人。而我使用的正是极光第3式。只见月煞月妹2人被我的剑光碰到后毫无招架之力，立马便应声倒地。吞！血月怒吼一声，地上2具3体瞬间化为血雾，被黑焰宝珠吞噬。强大的血光之力顿时朝我杀来。斩虚道，给我破！我看似轻巧地挥出一剑，但这一剑仿佛要撕裂周围的空间。随后一声惊天轰响，被血光护持的血月瞬间飞了出去。我没有犹豫，赶紧使出疾风步追上去，抓住机会一剑斩下了血月的头颅。随后我直接使用3王收割。恭喜你获得5万原石，黑焰血瞳+1。主人，这黑焰宝珠居然变成了黑焰血瞳，这可是凝练秘技的至宝。秘技？我有些困惑。秘技比普通技能更为强大，这黑焰血瞳便是顶级秘技。是否消耗10000金币融合黑焰血瞳？我也是财大气粗，立即同意。恭喜你感悟出黑焰血瞳秘技。黑焰血瞳使用后进入血瞳状态，全面提升自身实力。虽然系统的介绍很简单，但我却能察觉到不凡之处。此时4大院长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脑瓜子已经是郁郁的了。我居然以一己之力斩杀血月殿殿主以及2位副殿主，如此战力，即便是3尾冰晶湖全胜，状态也得饮恨西北啊！几位院长不要忘了答应我的事情。是，我等定不会忘。几人早已是心惊胆战，他们已经断定我便是那传闻中的天外之人。接下来的10日，我便在落白山脉继续斩杀怪物，而4大院长则回院中去取宝物。2日后，我的基础战力已经来到34580。主人，你的血脉太过杂乱，容易遭到反噬。现在虽然有3尾冰晶湖灵级血脉来压制，但时间一长，难保不会出事。我点了点头，其实我已经能感知到出手之时，很难发挥出自身全部战力。主人，我若能升级，